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要来看一下你身上的光环，那么它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分别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占卜啊，所谓的身上的光环，它不仅仅指的是我们在占卜当中啊，一般在讲这个身体周围的一种光芒啊，一种光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产生的一种 aura 啊。那么这个 aura 呢，其实是由我们的气所凝结的一种能量磁场啊。那么今天来占卜的朋友，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特别，都有非常美好的，都有非常值得被人尊重、被人看重被爱戴的一些特质。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会通过这样子连接宇宙的能量啊，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加强这个所谓的每个人自身的能量场啊，那么能够为我们所带来的好运，能够为我们所带来的吸引力，以及能够为我们所带来的保护色。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有守护灵。那么守护灵呢，对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给我们传递非常神圣的讯息，我们的指导灵呢，也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以保护给我们以温暖。所以呢，我们也会来看今天呢，就是在我们去探寻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自身的特点的时候呢，我们又能够通过自身的能量磁场、自身的特点，为我们的世界、为我们的周围带来如何的一种能量所以说今天的占卜呢，其实是有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自己，以及我们自己能够给社会、给世界、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带来如何的影响的这样子的一期探寻占卜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通过这个宇宙的能量来探寻一下自我，发现一下自我。希望这样子的占卜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听到这一期占卜主题的朋友，意识到你是一个美好的、特别的，并且呢，值得被爱的，可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宇宙带来积极影响的美丽的灵魂。好，那么如果你对今天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啦。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我们从左往右呢，依次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那我们从左往右依次是第1组、第2组、第3组。好了，那这边呢，第1副牌的朋友，这里我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今天这里是一个蓝色的方解石，蓝色方解石。第1副牌的朋友，然后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黑碧玺。这个碧玺有一个特点，这个碧玺如果大家这个光泽如果 OK 的话，你会感觉到什么叫黑的发亮。这个宝石其实是很漂亮的，它的黑让人觉得有光泽、有层次、有灵性这个是黑碧玺。我们一般看的碧玺，可能这边我用的有一些就是通过打磨通过加工呈现一种很特别的颜色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裸石、原石来的黑碧玺。好，然后第3组牌的朋友，这里呢就是一个白云石。白云石顾名思义真的是白白的，什么都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纯粹白云石，第3组牌的朋友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了帮助你今天呢能够选出跟自己能量最对应有连结的牌组我还是会建议你呢跟我一起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
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啊，我身上的光环究竟是如何的颜色？它能够为我带来怎样的吸引力，以及如何的保护色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究竟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啊，在能量上跟你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呢？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说有些朋友如果在选择牌组的时候，觉得2副牌组或者是1副牌，另外一颗宝石呢，在能量上同时的仿佛都在召唤着你的话呢，那你可以都点开听听看了。也许呢，你的能量啊，确实是被分在2组不同的牌组里面。再来呢，可能你在当下的这个光环里面是一个双色的颜色啊。所以今天的牌组其实是可以点就是多组牌来听的。那我们今天占卜呢也会加上验证哦，所以说大家不要紧张，放轻松，选出跟自己觉得有缘的牌组就好了。OK， 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解牌环节啦。那我们待会儿见咯。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蓝色的方解石。好，放这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你身上的光环，它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分别是什么？那我们呢首先啊来为第1副牌的朋友抽出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我们来连接一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啊。好，洗下牌。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1副牌蓝色方解石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是什么模样？是什么颜色？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感恩宇宙。好，我们看到是 The Healer， 疗愈者。第1副牌的朋友，这个疗愈的能量，你们是不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熟悉了呢？在疗愈的能量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第1个就是疗愈自己，第2个就是能够疗愈别人。第1组牌的朋友啊，在这个疗愈者的能量当中，我已经能够很直接的感受到从你们那边所透露过来你们的温柔、你们的体贴、你们的善良。那么在疗愈的能量当中啊，第1种疗愈呢是比方说疗愈别人的身体比方说医生，对不对？治病，这是一种疗愈。可是呢还有一种疗愈啊，是治愈别人的心，治愈他人的情感。第1组牌的朋友啊，也许在当下你的生活里，你所从事的职业，或者是你当下所学习的知识，可能已经跟疗愈有直接相关的部分。比方说你本来就想成为一个医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啊，能够造福人类，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第2个呢，有些朋友啊，尽管当下也许你学的知识或者是你所做的事情啊，跟帮助别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你却能够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就是有这样子一种觉悟，或者是有这样子一种想法，能够通过自己啊，比方说你曾经的经历，比方说你对生活的感悟啊，去给你周围的朋友，或者是跟你认识的那些人啊，就是给他们一些你的温暖，让他们呢能够从你这边得到很多的启发，从而你自己也能够被他们所治愈。第1副牌的朋友啊，如果你当下已经走在了疗愈者的这条道路当中的话，你就能够感应得到，有的时候啊，当你去疗愈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已经把别人疗愈好了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其实你才是那个被疗愈的人这个能量可能我们听起来会有一点不是那么的符合逻辑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就像一个医生啊，他去把病人的病治好以后，看起来的表象是病人的病被他治好了，他是疗愈者，病人呢是被疗愈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当这个病人真的好起来，其实这个医生
被这个病人呐所疗愈。因为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医生花了很多的能量，或者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又或者是从他这边的能量啊，就是投入给了另外一边啊，他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念头等等啊，一系列的，包括他的学识啊，他的应用啊等等。可是呢，到最后啊，这个病人被治愈好以后，其实这个医生是心里最开心的，其实这个医生是感到非常非常高兴的，真的是为这个病人啊感到高兴。所以说，一旦走上了疗愈者的道路啊，其实呢，在疗愈别人的时候，疗愈者是不断的被疗愈的那个人。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牌啊，今天先把这个指引牌抽出来。好，请宇宙告诉我们，选得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感恩宇宙。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身上的光环，我们看到是小猪猪，小猪猪之灵啊，幸运的小猪猪。Use your mind wisely。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身上的光环呢，就是你很憨厚啊，非常的憨厚。而且呢，我看到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啊，包括我们这里的疗愈者，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自带好运的人，你有好运吸引的特质。这个能量是缘由在哪里啊？就是你的念头，你的想法给这个社会，给这个世界是善的，是带着爱的，是带着光的，是带着疗愈的。于是世界回馈给你的将会是爱、光芒和美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在这个猪猪之灵这里呢，我所看到就是说，其实呢，你们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聪明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去讲这两个字，或者是讲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人很会学习，他很聪明。有的时候呢，在社会当中啊，我们会说那个很狡猾的人，他很聪明，对吧？很狡诈，他很聪明，他会算计别人。可是呢，真正的聪明是什么？真正的聪明啊，就是知道怎么样运用能量的，我们所谓的守恒定律，或者是如何用我们世界上其中最大的一个秘密——世界吸引力法则，用你的善念去吸引最多的好运，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猪猪之灵啊 ，Use your mind wisely。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知道吗？你们是古老的灵魂，你们知道这个世界啊，并不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比方说完全的物质，或者是我们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种我们现在当代人所感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情形啊。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灵魂，在你们的内心里，永远都蕴藏着一份，比方说跟高我连结的能量，都蕴藏着一份来自古老智慧所留给你的烙印。你们是一群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呢，在社会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啊，很多事情呢，也许你们会看破不说破，很多事情呢，也许你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在物质层面，或者是在马上直接的地方看到什么好处，但是呢，你们会遵循自己的本心，你们仍旧希望能够用最善的念头，让自己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问心无愧，让自己呢，我们所谓的在疗愈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也被疗愈了。也许有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是黑暗，我们所经历的可能是一些不太美好的东西。可是呢，尽管是这样子，而且是特别在这样子不太美好的情形里啊，我们用怎样的念头，我们用怎样的心境去跟他们连接，我们怎么样去调节自己内在的态度，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行动，其实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这边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大智若愚的感觉。OK， 有的时候啊，不要被别人所谓的别人觉得你慢一点啊，或者是别人觉得你笨一点呢，或者是别人觉得你太憨厚了，为人太老实了，觉得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事实上，你知道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最聪明的，对不对？当我们走了一段长长的路以后，回头来看，你就会发现你是最聪明的，你是最好运的，你也是被宇宙被整个世界深深爱着的那个人。好，这里是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塔罗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
你身上的光环 ，OK， 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身上的光环是如何的？第一张牌是 Justice， 第二张牌是宝剑皇后，第三张牌呢是金币8的正位，我们今天都正位的啊。好，第四张牌我们有金币国王，然后最后呢有宝剑8。好，我们来看一下属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光环，首先呢，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身上的这种自带光环的颜色啊，就是让人觉得你非常的有正义感啊，非常有正义感。很多事情在你这边啊，其实是会认真思量、认真考虑，做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判断。而且呢，在这里我看到了无私和大爱，就是很多事情啊，我们在做决定或者是做选择的时候，不是说我看到你这边不是说只考虑自己，不是说只考虑对自己有利的，而是说你会把双边的能量，比方说另外一个人的利益，另外一个人的诉求，我觉得是全部都好好思考了啊，好好考虑了，最后呢才会小心谨慎的做出最公正、最正义的那个判断。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所谓的这个疗愈，对于你而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公允啊，对待事情的公平，你的公平的决断，其实对于弱势群体或者是受伤的人呢，是非常有疗愈能量的。你就想一想啊，我们在古时候啊，有些人他受了冤屈，然后呢就在那个公堂上去敲那个鼓啊，希望呢能够得到一种公平的审理。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些敲鼓的人，他们的内心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他们已经在情感当中，在我们所谓的思想里面啊，就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需要的，或者是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让自己去复仇，也不是说让自己成为那个压迫别人的人。这个时候的他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公平的审理，公平的判别。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知道吗？在你们公平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把疗愈的能量带给了所有的人。很多时候啊，其实呢，有很多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其实并不希望，或者是并不奢望所谓的好像他们能够被别人特别的对待，或者是他们能够得到比别人更多。很多时候，尤其是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的仅仅只是公平而已。而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在这个 Justice 面前啊，你们的内心有正义感，你们的内心有所谓的对跟错之间的界限。所以说啊，第一副牌的朋友 Justice， 我觉得在你们的所谓的这个光环之上啊，就是你们能够非常公平、非常正义的去做一些决定，做一些选择，或者是说一些很公正的话语，对吧？很公正的话语，有的时候一个公平真的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太关键、太重要了。那么我看到你们的疗愈的能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给世界以公平啊，给世界以公平。第二个能量呢，我们看到这里啊，有一张宝剑皇后，这张牌是在说什么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所谓的这个光环呢，你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优点，就是你们真的能够非常理性的去对待你周围的一些事情，非常理性的去处理你周遭的遇到的问题。这张牌呢，我看到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你周围的人，或者是认得你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尊重你，或者是说他们非常的敬佩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讲啊，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个公平之心嘛，那么你周围的朋友、你周围的家人爱人都懂得你的这一份公平和正义，所以呢，他们也非常喜欢去，比方说跟你交谈，很喜欢去听从，或者是跟你沟通，来整理自己的思绪，又或者从你那边得到一些借鉴，听得你的一些建议啊，这个是我听到的。那么宝剑皇后的能量呢，能够帮助你在面对比方说世界里很多相反的能量
相互的冲突啊，或者是 A、B 很难做选择的那种两难的决策的时候啊，你仍旧能够以一种保持初心、保有正义的中立和稳定啊，做出最好最正确的决定。这个能量呢，能够使你啊，我觉得是在工作当中能够使你真的是走得很高，能够站得很远，而且呢，你周围的这种团队啊，或者是你跟你同事啊这些人啊，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你，喜欢跟你在一起，觉得跟你一起工作是非常快乐，而且是幸运的。那么在感情当中呢，我看到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不太容易就是感情用事，又或者是说你们的恋人、你们的爱人，或者是真正对你感兴趣的人，他们会觉得其实你的爱呢更加的有分量，或者是说你的爱更加的中性、更加的理性、更加的理智。所以呢，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呢，就是在告诉你周围的人哦，你是不可侵犯的，你是神圣的，你呢是有原则的，你呢是有底线的，但是同时你也是值得被深深疼爱的啊。这个是宝剑皇后。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张牌啊，这边是一个金币八的正位。这张牌我看到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认真，你们的努力。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啊，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一旦是你认定的事情，一旦是你认定的人，就是认定的选择，你们会坚持到底。坚持啊，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很多时候啊，人都容易，比方说懒惰，或者是容易半途而废。但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不仅仅能够为自己的选择就是坚持到底，同时你们还会为自己所谓心中的信仰坚持到底。在这边呢，我看到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工作啊所选择的方向是疗愈，是比方说跟审判啊，这边我看到比方说司法机关呢，比方说是一些媒体啊，比方说新闻呢，比方说医疗啊，比方说科研呢，对吧？跟这方面有关的工作的话，我看到你们一定会精益求精，就是会非常极致的追寻那种准确，非常极致的去要求自己做到完美。虽然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但是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你们不允许自己比方说无所谓，或者是你不允许自己在考虑事情的时候省略掉另外一个族群，或者是小族群小众的一些利益。你们会收集最多的情况，你们会收集比方说最完整最全的资讯，来帮助你们去做判断的同时，也帮助你们在工作在事业当中啊，就是有那种很精准的很精确的精神啊，这个是金币八。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肯定是受人尊敬的啊，我觉得你一定是受人尊敬的。好，我们讲了这边呢，我们就来讲金币国王这张牌了。金币国王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尽管呢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很多疗愈啊，有关于思考啊，有关于你的初心呢，同时我还看到了你已经能够掌握在我们地球上生存的本领和技能。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在讲平衡的时候，我们会讲说精神、感情以及我们的物质，对不对？那么在地球上生存呢，我们就离不开物质。那么金币国王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知道怎么样在地球上积攒自己的财富，你们有能力把自己的所谓的兴趣爱好，把自己所谓的信仰，把自己所谓的技巧变成能够为你们在地球上生活，并且生活得很富足，生活得很健康，生活得很幸福的能量的转换啊，就是你们能够转过来。所以有些朋友啊，我看到就是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是你们每一天做的事情呢，其实它是你心中所喜欢的，同时你心中所喜欢的这件事情呢，又能够为你带来非常好的收益，或者是能够给你非常好的工资，能够给你非常好的金钱上的回馈啊。这个是金币国王。这张牌呢，其实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在讲土元素的时候啊，其实土元素也跟疗愈有关。这张牌呢，我还看到有些朋友啊，就是你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有一些疗愈者啊，有一些疗愈者在疗愈的过程当中，会过多的去释放自己的能量，或者是过多的去我们所谓的用一种内耗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但是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
你们呢其实反而让我的感觉就是很放心。我看到啊，你看金币国王嘛，就说你们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啊，你们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一种调节或者是充电，然后去照顾别人，对吧？这个是金币国王的意思。所以有些朋友啊，金币国王，我觉得你们开始就是在我们的地球之上啊，知道地球的美好啊，知道地球上的物质啊，也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这个与宇宙与能量连接的这个载体得到一种滋养，得到一种保护，得到一种锻炼，对吧？这个是金币国王。那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是宝剑八，这张牌呢其实会需要第一副牌的朋友稍微有一点注意啊。这张牌就是说，在你身上的这个光环里啊，有一些对立跟冲突，或者是有一些让你想不清楚的地方。因为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疗愈者，所以呢，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会遇见一些让你们觉得很难过的、很绝望的，又或者你可能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当下就突破的难关。对吧？比方说，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很喜欢去或者是说你们会做一些跟医疗有关的工作，可能有的时候在面对所谓的生死的时候啊，不是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又或者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疗愈的过程当中，也许这个人呢他已经病入膏肓，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人的问题呢，不是你一个人当下一次两次就能够帮助了他的，就能够让他痊愈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这张宝剑八呢，就有一点心疼你。有的时候啊，你需要学会放过自己；有的时候呢，你也需要让自己，就是我们所谓的，事在人为的同时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也有命运，有宇宙，有这个人的命数啊，就是别人的命数，别人的命运呢，整个能量它是围绕在一起的。我们看这里啊，有一个猪猪之灵，他说的是要聪明的运用自己的脑袋，聪明的运用自己的思想啊。这张牌宝剑八正好是在讲，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也会有一些你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者是你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一些道理啊。但是呢，宇宙在这个地方借着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能量的解读吧，就是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能够明白，有的事情呢不必太过的去想，有些事情呢也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去烧脑。因为有些事情呢，可能并不是用我们人类的一个判别方法，或者是用我们人类的一个逻辑思想啊，就能够说清楚，就能够道明白的。有些事情呢，除了我们3D 世界所看到的一个规则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看不到的，或者是我们当下根本就没法理解的一些力量啊，在其中作用着。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宇宙在这里呢给了你一个猪猪之灵。如果当你真的是觉得太累了，如果当你觉得真的是实在用尽了自己的办法，也没有办法想到这个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就让自己学习猪猪之灵休息一下，把自己的能量，把自己的最擅长的一些地方用在可以解决的位置，而不是去想一些实在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有一部分朋友就不要苦了自己，好不好？不要苦了自己，也不要让自己就是逼得太紧，最后把自己逼到死角，那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塔罗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呢，它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好，我们来连接一下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抽到第12号牌 Patterns。 这张牌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听到信息是什么呢？这个 pattern 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会讲它是一种节奏，它是一种频率，它是一种习惯那么这张牌呢，我所听到的一些讯息就是说关于你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跟保护色。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要去重新的看一下你生活整体的架构，比方说你什么样子的习惯能够为你带来更多的更丰盛的一些结果，你什么样子的一些习惯，你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死胡同。那么在这个
The end of the ways 啊，这个女神这边呢，我们看到 patterns， 宇宙呢就是在告诉你啊，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就是让你能够整体的去总结一下你生活里的重点。如果你生活当中，比方说你的一些很积极的想法，你的一些很带有疗愈的情感，又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啊，能够把你带到的这种丰盛的、美好的、幸福的境地的话，那么接下来你就应该更多的去扩大和扩充这个能量。就好比讲，可能过去的一个经历啊，你的一个善念，你的一个很正直的、很中立的想法，帮助了别人，同时呢，这件事情还为你带来了非常好的丰盛的结果。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或者是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啊，你要去扩充它，你就不断的去做类似的事情，你就不断的去，比方说在这个方向里面啊，不停的去做，带给你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幸福。就像我们平常在讲世界吸引力法则一样，对吧？我们去放大这个能量，我们去吸引更多的幸福、美好和丰盛。那么为你带来的保护色是什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的经验告诉你，有的时候你想太多，有的时候呢，你追求所谓的完美，而且你非要那个所谓的完美，最后呢，也许有的时候你看到的结果反而是让你失望的，或者是说最后你看到的结果反而是把自己逼在了那个角落里面，你出不来，让你睡不着觉，让你不能够安神，让你没有办法去想清楚、想明白，从而苦了自己的话，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过去的这段经历，告诉自己，那么在接下来当下和未来在判断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死胡同，不要让自己以那种我们所谓的很狭窄的方式啊去思考这个问题，让自己更多的去亲近那个正确的或者是那个幸福的道路，而避免或者是减少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幸福或者是不快乐的选项。这个呢就是 pattern 啊，其实 pattern 有的时候也是在告诉你，其实你身上的光环呢，已经为你带来了非常好的，我觉得是实践里的经验，或者是生活里实践能够给你的一些教训。那么在这张牌里面呢，宇宙说为你带来的吸引力，你能够扬长避短，你能够知道自己哪条道路更适合自己，你能够知道自己哪条道路可能对自己不利，那么这样子呢，在生活当中你将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你将能够在生活当中选择的更加的准确，从而呢使你更加有效率的去完成你的天命，从而呢使你可以有效率的变得更加的幸福，变得更加的快乐。OK， 这个是我们在 pattern 里面看到的信息。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副牌啊，我们来看一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还有保护色是什么呢？好，宇宙给我们指引啊。OK， 我们看到了 The Lamp， 这个是手上的那个台灯或者是油灯。Remembrance， 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第一点，我觉得是你能够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明灯。很多人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都觉得你生活周边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很喜欢你，很尊重你，甚至有一部分的人呢，非常的崇拜你，甚至是爱慕你。你的美好，你的治愈能力，你的疗愈能力，包括你的这种很聪明、很中立的一些东西啊，这种特质啊，能够让别人深深的记住你的存在。你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很多人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人海茫茫，其实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里啊，肯定不会每一个人都印象那么深刻，但是我们一定在心里都有那么1个2个让我们印象深刻，让我们尊重，让我们敬佩的那样子的一个 role model。 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就是这样子的人。我看到啊，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你当下的这个光环为你带来的吸引力，是让你能够在别人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这个印记是美好的印记，这个印记就仿佛是在黑暗当中，你能够点亮他们，你能够照亮他们的那个印记。你就是别人心目中的光，同时你也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光芒。我们看到这个 lamp， 这个灯啊，灯呢能够照亮别人，但是灯呢也可以照亮我们自己。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又回到这个 healer 的能量当中去了。
有的时候啊，我们去比方说帮助别人，我们去保持这个中立，我们去保持这个正义之心，它最终极的意义，或者是它最终极的美好究竟是什么？真的是我们为别人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吗？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最终极的意义是说，当我们做了这种好事，当我们发了这个好念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感觉到无比的充沛、美好，对吧？所以说这个 lamp 这个能量啊，我真的有感觉到是用你人为，就是我们所谓的人为啊，这个 lamp 是灯要点嘛，它并不是像太阳一样，好像它本来就存在，而是说这个 lamp 是在讲，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挫折呀、黑暗呐、阴影呐，对吧？诱惑呀，但是呢，在我们去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本心，我们仍然能够去照亮别人，点亮自己。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身上这个光环为你带来的一个吸引力，也是为你带来的保护色，不被黑暗所侵蚀，不被外面的诱惑所影响，仍然能够有自己心中很坚定的一个方向，仍然有自己很坚定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底线。我觉得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那么结束我们今天的占卜呢，我来为大家第一副牌的朋友抽一张来自你的指导灵，当下给你的一个提点，或者是给你的一个爱的讯息。我们来听听看你当下指导灵有什么样子的能量指引和讯息要给到你啊。好，感恩宇宙，感恩指导灵，请指导灵给我们一个讯息，给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指导灵呢给你的信息就是爱。他说爱呢是你存在的本质，爱呢既是给予也是接受，爱呢可以是很美丽的情绪，同时呢爱呀也可以是你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能量其实是充满着爱的，你的能量充满着爱，而你的指导灵呢在告诉你，你是美好的存在，你是我们这个世界，你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社会啊，我觉得是和平的使者。因为啊，在冲突和对立当中，只有爱能够完胜，只有爱能够将一切分离变成合一。而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和谐，你能够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带来很多和谐的声音。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是疗愈者，同时呢，我也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是光之工作者，因为你的能量当中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太平。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指导灵呢非常非常的赞同你对待这个社会，或者是你对待你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同时呢，你的指导灵啊在这边更像是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去肯定你，就是去认可你，将这个能量去放大，让自己能够更多的去感受这一片光明，这种爱的存在。同时呢，也让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疗愈之路啊变得更加的光明盛世，让自己呢能够在爱的能量磁场当中去感受爱，去给予爱，同时呢去接受到更多别人想要给你的无条件的爱。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所连接到你身上的光环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reading 啊。那么希望呢所有第一副牌的朋友记住自己的初心，我相信你在我们的世间这个美好的印记一定会越来越深，一定会越来越强大。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黑色的 BC， 放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占卜主题是说你身上的光环，以及这个光环呢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还有保护色。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占卜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今天呢你的指引牌能量啊，我们首先来抽出今天的指引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 OK， 好的，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是什么颜色？你身上的光环是什么形状呢？ OK， Creator， 创造者。这张牌啊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
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非常强烈的，就是想要去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种能力啊，去显化一些你独创的、你特别的一些作品啊，这个创造者。那么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呢，在你身上的这个光环里啊，其实你们有非常好的想法，有非常奇妙的点子。我们在讲创造者的能量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个创造除了我们自己，比方说通过学习，通过我们的经历，通过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去创造，这个创造更厉害的是来自于我们跟宇宙的本源能量去连接，去通过自己的一种我们所谓的承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的一种载体，去把宇宙想要去显化的东西，在我们的双手之中去把它表达出来，这也是创造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啊，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你们非常的有艺术细胞，或者是说你们有很强的一些灵感，很特别的一些灵感，又或者是说你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才能，对于自己的一些很特别之处啊，有非常独到的理解。也许呢，有一部分的朋友，第2组的，你们已经走在了创造者这样子的道路当中。比方说，你想成为画家，你现在已经在画家的道路当中。也许呢，你很想成为音乐的制作人啊，也许当下你已经在学习这一块，或者已经成为了一个音乐制作人。又或者有些朋友啊，你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比方说语言、文字表达，来创造出自己独有的声音啊，这个是我连接到关于这个创造者的一个能量啊。那么我们在讲创造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其实创造有的时候呢是需要自由的，创造不能够被我们所谓的局限性，或者是不能够被别人所限制，这样子的一种限制呢，会限制到作品本身。所以我看到第1副牌的朋友，在你们当下的光环里啊，我觉得你们是喜欢那种不受约束、不受束缚的一种磁场，你们不希望被别人太多的管束，或者是你不希望被太多外界的声音呢来浸染你内部的能量。所以呢，你们的能量啊，你看我们这张牌创造者，外面都是黑色，但是里面呢却是七彩斑斓的。所以我看到第1副牌的朋友啊，当下其实你的这个光环有一点更加接近于七彩的颜色，在这个七彩颜色的外面呢，可能又有这种黑色的能量作为一个保护的屏障，不让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的作品，不让自己的想法被外界的世俗或者是被外界其他人所干扰。你希望更多的去表达自我，或者是你希望更多的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独特表达出去。The creator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2张指引牌，你身上的光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通过这样子的一张牌啊，我觉得你们是自由的灵魂，不受传统世俗，不受外界干扰和限制的，追求自由、享受自由、拥有自由的一个很独立的灵魂。好，这个牌出的很快啊。哇，我们这边是一个松鼠之灵啊，宇宙说的是 believe in yourself。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张蝴蝶，今天这个有2张牌。蝴蝶呢说的是 transformation is beautiful， 转型是美丽无比的。这样子的2张指引牌啊，让我看到是什么呢？第1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就是说，相信自己啊。也许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很自信的一个族群，你们的内部，你们的内在灵魂深处有一股力量，就是你们相信自己。有的时候啊，也许你的想法跟别人不同，但是呢，你仍旧相信自己是有道理的，你仍旧相信是自己是对的。有的时候呢，也许啊，你听到很多外界的声音，对你的评论，对你的评价，甚至是有些人在否定着你，但是呢，我看到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在你的太阳神经丛脉轮那边，一直都有一股热烈的火焰在燃烧着，这是你灵魂啊在燃烧的印记。你不相信别人对你所谓的否定，你不承认所谓的你不行，或者是你不可以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在你们的内在，或者是在你们身上的这个光环里，也有一种叛逆之心，有一种反抗的能量，就是不被轻易的打倒，不被轻易的就是别人所干扰到自己。
在你们的能量磁场当中有非常强的这种自信的感觉，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的创意，相信自己的表达，相信自己的声音，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松鼠之灵，相信自己。第2张牌呢是蝴蝶。我们都知道啊，在讲到蝴蝶的这个能量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是在讲蝴蝶它是一个转型能量的化身。蝴蝶呢能够从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没有人呢看到那个毛毛虫能够想到它就是蝴蝶的原型，也没有人呢看到蝴蝶能够相信啊它的原型居然是一只毛毛虫。所以这个转型是巨大的，也代表着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创意，你们的创造是无极限的。无论你们当下，无论你们的过去是什么模样，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只要你想去创造，那么未来的美好就是无极限的。你们有这个能力啊，去 transform， 去转型一切在你心中，一切在你手中，一切在你脑海中的美好存在。所以呢，我也看到了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心中啊，也许对于你们而言，其实生活当下的一个状态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你们相信的是那个结果，你们也相信自己是那个能够创造结果的人。所以说对于你们而言，这个过程也是美丽无比的，这个过程，这个创造本身的过程也是绚丽的。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光环之下呢，我能够感应得到啊，你们的能量很强。而且呢，我也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非常好的一种品味。我觉得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很有品味的人。对于很多事情，你们有自己独特的鉴赏，你们也能够在众多的作品、众多的能量当中啊，去找出你自己觉得有缘分的，去辨识出你觉得可以去为你所用的，或者是说找到那个你喜欢的。当你成功转型，当你把你想创造的东西啊变成现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显化成功啊，你就会成为那个戴着皇冠的美丽的存在。也就是在讲，当你的这个所谓的创造到达终点的时候，你就会成功，你就会获得你心中最终极的丰盛。OK， 这里呢是第2组牌的朋友啊，我们在这个指引牌里面所看到的、所读取的一些能量和信息。所以有一些朋友啊，也许当下本来就在做创造，或者是跟创造有关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创作之路。好，我们现在呢来抽今天的具体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身上的光环，具体的一些信息内容。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到品味啊，第1张牌出现的就是审判 （Judgment）。好，第2张牌圣杯5。不是一次就能够达到心中之所愿，但是呢，我们不忘初心，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创造，直到我们内心的真相或者是内心的理想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眼前镜像里的现实存在啊。好，第3张牌是 Tower。我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其实能够经历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在转型这里就是一种巨变嘛，那么在你当下的一个光环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你的一生当中会经历比较大的改变，又或者是说你的这一生会经历好几次很重大的转型。这些重大的转型每一次啊都让你变得更加的好，每一次呢都让你变得更加的完美，或者是每一次呢都让你变得更加的忠于你原本的那个初心，也就是走到你的正途当中，走到你的本命里面去啊。好，最后1张牌，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OK， 金币国王的正位。然后我们这边还有1张牌，刚才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权杖1。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朋友啊，这边的能量是如何的，关于你身上的这个光环。
首先呢，我们还是跟着我们刚才在指引牌能量里面连接到的这个品位的能量，我们继续来说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呢，我们看到这个 Judgment 审判嘛，我们刚才讲的品位这件事情啊，其实呢，在这里我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呢，对于你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无论你要创造的东西是什么，无论这个创造的形式是什么，其实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创造的这个东西对于你而言有如何特殊的意义，或者是说这个创造的东西能够为你的生活带来如何的改变，又或者能够给我们的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张牌 Judgment 在告诉我其实很多事情对于你而言，它不是一开始马上一下子就能够让你看到很多事情最后的那个样子。创造者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我们所谓的失败，或者是说能够接受改变的一个人，也就是在讲创造者其实是一个很灵活的灵魂。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有很灵活的，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灵活的大脑，又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可以去应变的人。在 Judgment 这个地方我看到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生命当中有可能呢，就是会经历好几次的对于你的作品，对于你的人生，对于你的生活，就是有几次很大的变更的想法。也许曾经你会觉得，比方说这个创造或者是这个作品已经很好了，但是呢，经过你的比方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寻，你可能甚至会否定你原先的创造，或者是否定你原先的作品。但是没有关系，你每一次的创造，你每一次的所谓的改变都是让你能够更上一层楼，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加真实的、更加完善的去表达你全部的真意。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能量当中呢，我看到在你身上的这个光环里面其实你不要一下子就是说认定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人生会走哪一条道路。在你的光环之中其实你的这一生真的会经历好几次很大的转弯，在这些转弯当中，每一次都会就是有点像是很剧烈的改变甚至会让你的生活的基础都发生质的变化。比方说有些朋友第二组的也许你们会改变生活的国家，比方说在你的心里，在你的所谓的这个价值观体系里面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举个例子也许你曾经觉得某一个工作或者是某一个人就是你的命中注定，就是你会坚持相守一生一世的一个工作、一个岗位或者是一个人。但是呢，当你真正的走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也许你会在那个地方走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极致，而当你走到极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不得不去转变，又或者是说来自外界的能量把你推到一个新的赛道，把你推到一个新的人的身旁，让你重新去看见这个世界不同的篇章，让你去连接这个世界不同的人的类型。在你去真正的走入这个生活，真正的去感受，真正的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世界，美丽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形态，而你曾经所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种，不存在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好。但是你知道的就是你可以无极限的，你可以继续的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以及美好这个是我听见一个信息。所以在这个能量当中我看到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当下你身上这个光环呢，能够让你人生非常的丰富。这个丰富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经历的多，你体会的多，你遇到的事情也很多。在这里有一些朋友我听到就说，也许你曾经放弃过你一个曾经的梦想，但是呢，那个所谓的放弃并不是真的你没有完成，而是说你看到了你的梦想真正的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有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经历不同的朋友圈，你们可能会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你们有可能经历的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人文，或者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点。因为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甚至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生活的居所，来成就你的梦想，来成就你的创作这边我看到这个信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圣杯五圣杯五呢所对应的信息就是在讲，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有勇气相信自己，你们一定要有这种勇气去跟过去的能量做一个告别。第二组牌的朋友因为在当下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你身上所带有的光环一定会让你在生命的某一个地方彻底的打破原本，
并且呢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或者是一个更好的存在。那么在这样的能量当中呢，就不能够对过去的能量啊有太多的执着，或者是说对过去的能量呀有太多的牵绊啊，不能有太多的牵绊。在圣杯5这里啊，我可以看到很多朋友，尽管你们也许会在生命的某一个地方重新做一个选择，或者是说在生命的某一个地方不得不对曾经和过去做一个放手或者是告别仪式。那事实上呢，我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那个所谓的放手和离开，它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的前奏。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呢，其实就是让你啊在不断的改变，在不断的所谓的选择当中，并没有离开你的核心，你最终要追寻的那个东西。比方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追寻的是追求自我，追求真我。可能有一些朋友想要的这个东西是追求很纯粹的爱，又或者是说你们想创造这个世界很纯粹的爱。那么无论所谓的这个过程，无论这个所谓的经历是什么，那么最终呢，我看到我们所谓的3+2嘛，最后你还是能够到达你的理想，最后你还是能够到达所谓的最终极的一种创造和表达。第3张牌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是 Tower。 其实呢，第2副牌的朋友啊，在你生命当中这个光环呢，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就是走到断裂的地方，并不是说你是人为的去改变，或者是你人为的去打破。有的时候啊，在你生命当中，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会有那种急转弯的事件，或者是急转弯的机遇啊，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改变当中，就是与你相遇，或者是与你结缘。那么在 Tower 的这个能量当中，我看到其实很多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人。很多人呢，其实在做改变的时候啊，并没有那么的勇敢。但是呢，我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在改变的面前，你们最终会相信自己，你们最终呢会选择勇敢的放下，你们最终呢一定会勇敢的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勇敢的精神，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勇敢的灵魂啊，能够成就你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去勇敢的表达，勇敢的做自己。勇敢啊，有的时候讲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事实上当我们真的面对生命当中所谓的离开舒适圈，所谓的不得不放弃原本已经很好的，甚至是别人都觉得很好的一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份勇气，就有这样子的一份孤勇，一种无论别人怎么讲，只要是你自己当下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准了，已经判断清楚的我们所谓的生命的那种热情，生命的理想，你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个改变，你们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做这个调整。那么在这样子能量之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最终你会成为这个土元素的国王。OK， 土元素的国王，土元素的国王是什么？就是说生命当中很多的美好，生命当中很多的丰盛，生命当中很多的安乐或者是富足啊，它并不是天生好像宇宙掉了一个大馅饼砸到了你的头上，又或者是说你从家庭，又或者是说你从别人那里所继承。土元素的国王就是在讲，其实呢，这个世界的美好存在，你当下生活或者是你未来生活的美好，完全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完全是你自己努力创造出来的。所以呢，我看到第2组牌的朋友，要么你们当下其实已经是非常富足的状态，因为你们一直都是在相信自己，或者是说在不断的用自己的能量去改变，去创造你想要的一种显化。又或者是说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正在这条成功的道路当中，你们当下就在不断的，或者是每一天都在认真的努力的创造你想要的这个形状，而且不断的每一天的都在让自己我觉得是努力的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从而呢让你最终可以到达你心中所期盼的这个美丽的蝴蝶，可以飞起来，可以长出一双美丽的翅膀。那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呢是权杖1，对吧？这个是火元素1啊。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你们的内心有一股火焰，这个火焰呢在你们的心里燃烧，而且是不灭的。这样子的一个火焰的能量啊，能够为你创造出很多很多的机会。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光环之中啊，其实你们的内心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无论当下你在所谓的，因为你这边有螺旋创造往上的能量啊，无论当下你是在比方说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还是说你已经来到了一个很稳定的中期？又或者是有一部分朋友啊，你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已经很稳定，已经很丰盛。我们看到这个金币国王的这个位置啊，我都能够感觉到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机会、机遇、新的开始。这个权杖一啊，我所看到是来自第2副牌的朋友啊，就是无论你当下在你显化之路的哪个位置，我都能够感觉到，对于生活本身，你有绝对的热情，你对于自己想要去成就的、到达的理想有绝对的信仰。权杖一对应在我们的这个创造者这里啊，能量是相互，我觉得是相互对应的。也就是在讲很多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了一个开端，只要有了一个念头，那么在我们的努力，在我们的比方说行动之下，都是可以完成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它。所以呢，在这个权杖一这里啊，我也可以看到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自信是非常关键的。很多事情呢，那个机缘它很关键，因为机缘才能让我们开始。可是当我们有了机缘以后有了机缘以后，第2组牌的朋友就需要你们的执着，就需要你们的坚持，就需要你们不断的努力，并且不害怕改变，不害怕挫折的继续向前。而我呢，在第2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我看到了你们的那种内在的坚持，这样子的一些精神啊。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尤其是对应在理想，对应在你们的事业这一块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理想，在你们的事业当中，你们是非常有机会，就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你们的理想和你们的未来财富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啊，要相信自己，你们的坚持，你们的不断转变，最终一定能够成就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想真正去创造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作品的呈现啊。所以呢，请大家相信自己，并且坚持到底。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呢，它能够为你带来如何的吸引力以及保护色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好，我们洗一下牌。好，第2副牌的朋友，请宇宙告诉我们啊，你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如何的吸引力以及保护色。我们这边出现的是黑色的猫咪。当好运遇到机遇，对啊，我刚才讲过啊，第2组牌的朋友，其实呢，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非常丰盛的机遇以及机会啊，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们这边火元素1嘛，这个火啊是内在的火，它在源源不断的燃烧，它是一股不灭的火，这是火种的能量。所以说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因为你们的心中啊一直都抱有这种积极，因为你们的心中一直都抱有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所以呢，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会经常啊用你们的灵性，用你们的直觉，又或者用你们的眼睛啊，能够捕捉到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并且呢，你们的这种执着从你们的内心到达你们的眼睛，也能够被别人看到你的美好存在，让很多我们所谓的伯乐逾千里马，就是你也有很大的机遇被伯乐所赏识，欣赏你，给你机会让你去发展，给你一个平台让你去施展，让你去不断的去表达，甚至是我们所谓的实践你心中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这里是个黑色的猫咪啊，它所预示的是好运，它预示的是机遇，它预示的是成功。恭喜第2副牌的朋友啊，这个能量很棒诶。对于想做事业的朋友，或者是对于想去追寻自己理想的朋友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我们来看第2张牌，你身上的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看到是 Iris Communication 沟通和交流。其实呢，我们在讲创意的时候啊，这个能量呢，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内部的声音怎么样去得到一个传递和表达，我们内在的一个声音怎么样得到别人所谓的认同以及欣赏。那么我们抽到的是 Iris 啊，这个 Communication 沟通跟交流的能量啊。
我看到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其实啊，在你们的这个创意或者是表达当中，你们完全可以增加更多的所谓的沟通，让你的想法，让你的点子，让你的比方说创意啊，被更多的人知晓。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在你的这个光环当中啊，唯一你要注意的，或者是说你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孤独的艺术家。OK， 不要让自己变成孤独的艺术家，你要让自己所谓的内心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心中的这个火种，又或者是你心里的这个灵感啊，就是被别人听见。你要知道的是，在你内心有那么多的富足，有那么多的想法，又在你的命运当中有这么好的机遇，有这么好的运势，那么当你愿意去把自己的比方说创意啊，或者是想法表达出去，让更多的人发现你，让更多的人看见你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自己的创意当中，或者是创作里面啊，增加更多的相助于你的缘分啊，比方说欣赏你的人，比方说想去帮助你的人，比方说想去和你一起创作的人，对吧？哪怕有的时候遇见的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是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啊，就是勇敢的走出去啊，不要再关在家里面一个人创作，不要关在家里一个人去完成你的梦想啊，要跟社会结合。这张牌 communication， 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啊，或者是朋友结合也可以。我们所谓的这个交流啊，你可以一点一点的往外。如果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比方讲性格当中，你很内向，你其实不太习惯于就是说出去社交的话，那么你可以先从你最熟悉的朋友、家人开始，跟他们一起啊，去把你的这种想法，把你的这种热情啊分散出去，然后再一点一点的让自己可以走出去，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能量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相信你的创意，你的作品或者是你想做的这一件事情啊，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掌声，或者是至少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好，讲到这边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我想为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抽出当下你的指导灵啊要给你的一个提点，或者是你的当下指导灵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占卜啊，为你传递一个怎样的讯息。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这里看到是原谅，他说的是，如果抓着所谓的恨，抓着所谓的生气的话，就会阻碍我们啊去达成我们精神的一种成长。那么憎恨呢，是我们感情当中啊其中一个最强的，也是一个最有害于身体的情感。那么原谅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啊，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原谅能够使你啊有能力去疗愈，并且呢能够使你成功的转型。这张牌是在说什么啊？这张牌呢其实非常有深意。我看到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曾经在自己的比方说改变转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这边做一个比方，也许有些朋友曾经被一个无情的老板或者是无情的一个朋友拒绝，比方说他们并不认同你的创造，或者是他们并不认同你的声音，那么这种拒绝对于你而言呢，也许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看到也许你在接受到这个能量的时候啊，心里也许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情感，这个情感就是憎恨。那么这个憎恨的情感呢，它不仅啊不能够帮助你所谓的转型，同时呢这个憎恨还会阻碍你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创造。当下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听到你的指导灵呢，就是想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呢其实你想一想，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他们的拒绝，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他们的否定，所以呢有一点像是无情的把你踢到，或者是把你放到那个真正属于你的赛道，或者是真正属于你的平台。你当时不正是因为他们的拒绝，你当时不正是因为他们的所谓的不理解，反而成就了你新的创造，反而让你真正的转型，不是吗？当时在经历这个所谓的拒绝或者是他们的不理解的时候，一定是让人觉得非常痛苦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甚至是觉得被他们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当时的自尊心，你自己当时的一种所谓的情感啊，就是深深的被刺痛。但是呢，我听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原谅并不是说
去原谅他们当时对你的伤害。原谅呢，也并不是说否认曾经发生的过去和种种，其实原谅仅仅只是放下而已，就是说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呢，不再有任何的情感，不要让憎恨的情绪或者是厌恶的情绪啊，去阻碍你流动爱，去阻碍你流动所谓的光，去阻碍你流动所谓的你的创造和灵感。其实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应得到啊，你对于自己的作品，你对于自己的想法，你对于自己的热忱是非常坚定的，而且呢，就像照顾孩子一样，对他们充满了爱。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你也不允许任何人否定他们。但是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你看，你有你这么好的品味，你的品味都会发生改变。那么曾经跟你相遇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也有可能啊，就是有选择不同的权利，对不对？他们呢也有可能啊，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也许并不能够读懂，并不能够看清楚你的价值、你的创造以及你的很重大的意义。可是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他们并不能够定义你是谁，他们也不能够定义所谓你的创造、你的创意，他们真正的价值。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你自己所定义的。所以呢，何不试着去放下，何不试着让他们离开你当下的一个能量，让他们走，清理他们对你的不好的影响。这样子啊，你才能够很疏通的、很顺畅的很空灵的去接收到你想创造的东西，你的指导灵宇宙高我真正给你的一些指引和提示，对吧？不要让他们对你造成了伤害，然后呢，让他们不断的在伤害你。如果他们曾经真的已经伤害到了你，就请他们出去，让他们永远再没有办法，让他们永远再没有资格对你产生任何的影响。所以这才是原谅，对于自己最大的爱。好了，那这里啊，就是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为你们所连接到你身上的这个光环的能量信息，以及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以及保护色。那么希望选择到第二副牌的朋友，未来一切顺利，能够在自己选择的道路当中不断的去创造出自己心中最完美的实相。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一颗白云石。好，那今天呢，我要帮大家所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要来看一下你身上的光环，以及它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塔罗抽牌之前呢，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对应在你的光环之中宇宙给我们的指引能量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来为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抽到今天的指引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究竟是如何的？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哦，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究竟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The Hunter 猎人。这个能量猎人，我感觉到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光环之中有一股韧劲，有一股对目标有非常强烈的追求的这种决心。我们在看猎人的时候其实猎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猎人一定有目标。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牌上面有一个黑马，那么这个马呢在朝向一个点，对吧？目标非常的明确，对自己前方的道路无比的坚定。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也许在你们生活里面你一直都是一个，就是说对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或者是你自己心理计划当中，你下一个目标，你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都非常明确的一个人。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看长期目标的时候，我们也许并不能够完全掌握到，也许生命3年5年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但是呢，我都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只要是你能够想到的，只要是你能够当下，就是在你的意识层级或者是在你的思想当中，你能够明确对于你而言当下比方说最有利的，或者是对你当下
最需要的，我觉得你们都是一个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人，并且呢，在这个所谓的看得清楚之后，你们也愿意加入自己强有力的行动。所以呢，我们这边就非常自然的过渡到第二个能量。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在你们的这个光环之中有非常强烈的橙色。这个颜色呢，就是在告诉我你们也许呢，在生命的当中就是会非常坚定的去追寻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只要你们认定了那个目标你就会，我听到就是说，采取非常好的行动。你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很多事情在你的心中，就是你情愿去试一试，你情愿去比方说努力看一看，你都不想坐以待毙，你都不想等着别人给你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这边呢又会过渡到第三个能量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我这边看到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主动生活的人。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都甚至很讨厌所谓的被动的决定，被动的被选择，被动的被爱。无论当下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以怎样的方式去对应在生活里的能量因为这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可能女性能量会比较被动一点，那么男性呢可能会更加主动。但是呢，我们今天不看这个所谓的性别，我看到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心里，无论你是女孩子，比方说一般情况下可能社会给你的期待是你被动一点，但是呢，我都能够感应得到在你的内心有一股很强大的阳性能量，在你的内心有一股很强大的想抓住自己的命运，不想被命运我们所谓的被别人安排。那么男性朋友就更加如此了，我看到你的这种猎人特质就是对自己所喜欢的，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坚定不移的。好，这里呢是第一张牌猎人牌，我们先讲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张指引牌，我要为大家抽到的是你身上的这个光环。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第二个指引能量是什么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那么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的这个光环是什么呢？或者是说这个光环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这边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袋熊之灵这个能量Wombat 其实在澳大利亚他们还挺多的。 Be at home 这个熊熊它其实不会那么的大这个袋熊其实是有一点慵懒的，有一点可爱的，有一点喜欢待在家里的一个小动物那么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什么？其实呢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有相互互补的融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当你们比方说确定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阶段，你的目标很明确以后，你会就是很坚决的，你会很明确的很直接的 OK 奔向那边。但是呢，当你比方说有一段日子你觉得说 OK 我现在已经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已经追求到了我现阶段生活的理想以后，你们其实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属于那种慵慵懒懒的，喜欢全在家里的，喜欢待在自己舒服的地方，喜欢和自己喜欢的人连接。那也就说明什么呢？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就在说，其实呢你们是两个能量的集合。当你们要去往外冲的时候，你们像猎人一般坚决勇敢，但是呢当你们比方说不用去追寻，或者是不用去在外打拼的时候，其实呢你们又非常的温柔，你们又非常的随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非常有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你们有两面性。第一面呢是当你们面对比方说生活里的挑战，比方说面对你们的工作，比方说面对你们的学业，比方说面对你们的事业你们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敏感。又或者是说当你们面对异性，又或者是说当你们遇到竞争对手的时候，你们的这种强大的竞争意识，又或者是说你们这种强大的猎人特质能让你们成功，能让你们跑得很快，能让你们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到达心中的理想。可是呢，当你们因为人呢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是在外面奔波的嘛，那么我看到就是说，当你回到比方说退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当你回到自己的好朋友的身边，当你回到自己的喜欢人的家人身边的时候，你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所以其实你的评论很多人对你的评论，他们可能知道其实你比
比方说工作之余，或者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可爱、很随和、爱家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没有知道，一旦你开启了你的这种战斗模式，或者是你的这种猎人模式啊，你呢其实会很强。所以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就是你的这个光环呢，可能应该有2个颜色，它是混合在一起的。第一个颜色呢，应该是这种很光亮的，像太阳一样的颜色，而第2个颜色呢，应该是有一点灰灰的，有一点接近于就是深深的红色，就像我们那个泥土啊，泥土它很接地。所以说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好朋友，要看啊，如果你们的这个好朋友是你生活里的朋友的话，他们肯定会觉得生活里跟你相处很舒服。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找不到你人，因为你出去，比方说工作，你出去赚钱，或者是你出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啊。那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朋友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打拼的时候，真的是很拼命啊，这边有很拼命的感觉。第3副牌的朋友，好，我们讲这边啊，我们现在来看具体的。现在呢，我来为第3副牌的朋友抽一下有关于你身上这个光环啊，我们来具体看这个光环究竟是如何的形态啊。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啊，第1张牌魔法师，第2张牌金币4，第3张牌金币骑士，第4张牌是权杖9。哇，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身上的这个光环究竟是如何的形状啊？首先呢，我看到是这样子的，魔法师的能量就已经非常非常强了。这张牌呢，在说明其实你的这种光芒，你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是，一旦你确定了你的目标，你会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力去帮助你显化成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猎人其实这个猎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在动的形态，这个马在奔腾着。这个马，你看它的朝向的这个方向在眼睛都是盯着那个地方，然后再往前奔跑。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魔法师，我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就是说，当你一旦确定好你心里的那个方向，你就会利用好你周围、你周遭的环境或者是资源，用你强大的意志力用尽所能去把这个事情做成。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如果是运用在工作当中的话，我可以看到第3副牌的朋友想不成功都不行想不成功都不行，你们是成功者的代名词，因为你们可以不断的去完成目标，不断的去成就你给自己制定的每一个目标，而且你的执行能力这么强，猎人行动力，魔法师意志力，当这2个能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第3副牌的朋友，成功必定属于你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当下比方说还很年轻，又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很高很伟大的梦想，当下你还在这个道路当中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只要你不放弃，坚持住你当下的这个光环，这个能量的话，那么一定你可以到达你心中的目标，实现你的理想。那么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能量呢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那么我看到是第3副牌的朋友，在你去跟人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有一点直接那么直接的能量呢，它其实有2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当你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当你遇到善缘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快速的，就是建立起一种连结。比方说，你很快速的可以跟一个人成为哥们儿，你可以很快速的跟一个人成为姐们儿，或者是你可以很快速的跟这个人发展成为情人的关系，因为你很坦诚，因为你很直接。所以一旦这个缘分，我们所谓的遇到那个正确的人的时候，这个连接会很快速的就是擦出火花，也能够让你们很快速的进入到一个很亲密的状态。那么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第3副牌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
不是特别好的缘啊，或者是有一些挑战的缘分关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就看到，你们的坦诚，你们的直接，也有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或者是不喜欢。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身上的这个光环就容易变成什么呢？就是喜欢你的人爱你上天，但是讨厌你的人可能也会恨你入骨啊，因为你的能量很强。这边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很强，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啊，不理解你的人，可能会误把你判为有一点 aggressive， 因为你太直接了，因为你对目标太过于直接的去追寻，而且你是我们看到这个眼光啊，是直线的目光过去，就没有管其他人，也没有管周遭嘛。所以有些人呢，如果他们比方说想法呀、价值观啊，或者是他们的为人处事方式跟你很不一样的话，你就有可能造成非常大的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误解和误会。但是呢，每个人啊，在这个地球上很多种类型，很不一样，所以我也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看你们自己啊，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改变自己，然后呢去迎合他人，对吧？也许这也不是你们比方说能量当中的本质，你们的本质就是直接和大胆。那么如果要你们去一定要去违心的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可能也会让你很痛苦。所以呢，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也看到你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承受一些东西，你们所承受的是一边来自于喜欢你的人、爱你的人对你绝对的忠诚，对你的疯狂的喜欢，对你疯狂的热爱啊。那么同时呢，也会可能有的时候遇见一些真的是跟你很不投机的，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会说你不好听话的一些小人啊。好，那么这个能量说到这边，那么我再进一步的说一下魔法师这张牌啊，因为这张牌有魔法师的能量啊，所以对应在第三副牌的朋友这边，如果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加入一些，比方说风象元素，比方说你们加入一些策略性的话，那么这张魔法师就会把你们变成一个策略家。也就是说你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目标，对于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决断，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这个社会，由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人吧，各种各样的事吧，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让自己更加的灵活的话，那么这个魔法师就会成就你变成一个策略家，让你能够在不同的人那边有不同的转变，让你在不同的比方说事件里面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这样子的你呢，就会是另外一条道路，就会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猎人那么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好，那我们这边魔法师分析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币4。当下第三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身上这个光环其实就是在讲你当下呢，其实走在一条你觉得当下就是说能够为你带来稳定，能够为你带来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很舒服的一种环境。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呢，如果不会把你们放在一个很激烈的环境当中的话，那么你们可能呢，永远都看不到自己所谓的恋人的特质。也许你们呢，只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朋好友眼中的那个可爱的小宝贝对，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说，你们的这种猎人特质一旦被激发出来，你们会很强。但是呢，一旦让你们回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小袋熊的能量当中你就会变得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欲望，没有那么多的想要。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只是很舒服的睡在自己喜欢的床里面，只是很舒服的蜷在自己的沙发上比方说吃着喜欢的零食，看着喜欢的电视。你要的东西很少，对吧？你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喜欢呢跟自己喜欢的比方说物件或者是衣服就是你所挑选的东西是你觉得在质感上舒服的，在质感上能够带给你家的感觉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觉得自己其实很单纯非常的可爱。单纯呢应该是在你们的骨子里，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外界的环境也会逼迫有一部分第三副牌的朋友变得非常的我听到就是很有策略非常有策略。好，那么再往深里讲这个金币4的能量还有什么样子信息呢？其实我看到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后方，又或者是说在你们当下的这个光环里面你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后方。这个稳定的后方呢，可能是一个很知心的朋友，可能是你建立起来的家庭，
又或者是说你的原生家庭，你的父母亲对你的无条件支持和疼爱。因为在这张牌里面，金币四啊，我能够感觉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内心，就算你们变成了猎人，其实最终你们要的还是这个安全的、稳定的家的感觉。那么在你们在外面去奔波，在外面去奋斗，在外面去打拼创业的时候，那么在当下啊，你们其实心里一直都对这个稳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渴望。这一份的稳定在你的心里啊，它一直都在。无论你是比方说飞到很远的国际去谈生意，还是说你去到一个非常有竞争的环境啊，去奋斗去打拼，事实上在你的心里啊，对你自己的后方，对你自己生活当中的稳定，物质上的稳定，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之一啊。这个是我看到金币四的一个能量。所以有些朋友呢，我也看到，也许你所谓的拼搏都是为了这份稳定，又或者是说只有建立起来这种稳定，你才能够去真正的向外啊，展开你人生的猎人之路。好，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呢，我们这里是金币骑士啊，金币骑士这张牌呢又是一个马，大家看啊，第三副牌的朋友，这个马的能量是不是重复的在出现呢？然后熊的能量重复在出现啊，这边可能第三副牌的朋友，一个是马，一个是熊，对于你们的能量而言呢，是非常非常就是连接很紧密的。又或者是在讲你可能有这种灵性的图腾动物，那么一个呢是马，一个呢是熊。好，我们来讲这个金币骑士啊，这张牌呢就是在讲啊，其实呢第三副牌的朋友，你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人。尤其这份忠诚呢，对应的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我看到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你的家人朋友，就是一旦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了解到你为人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信赖你，并且呢，他们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懂啊，就是你所谓的拼搏，你所谓的奋斗，你所谓有的时候可能 aggressive 很直接的一些能量啊，他们的原因是什么？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的拼搏为的是你的家，你的拼搏为的是你的，比方说爱你的人，那么这些人里面可能也会包括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姐妹。所以说我看到啊，其实很多离你很近的一些人际关系啊，就是这个朋友圈里面，他们其实是非常依赖你的。也许呢，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的能量当中，你一直呢都会去帮助别人，又或者是说当别人遇到一些危险啊，或者是当他们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你会挺身而出，就是如果你看到的话，你会挡在他们的前面，你会有一种能量，就是保护别人啊。这个是我第三副牌的朋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听到是你们愿意保护别人，你们愿意用自己的能量啊去挡在那些弱势群体的前面，而且这个弱势群体呢，更多的是包含着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会为你的哥们儿两肋插刀，你会为你的姐妹们啊，就是出头，又或者是说你会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亲啊，就是挡在他们的前面，为他们承担一些责任，为他们承担一些压力。所以呢，也有可能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就说你就是因为这些爱你的人，所以啊，你走出了自己的安全的家，你走出了自己的这一个很舒适的港湾，让自己啊变化成了，你看这个袋熊啊，它很可爱，感觉到它没有任何的杀伤力，没有任何的侵犯的能力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熊。那么最后呢，你就可以转换成这个猎人，这个我们所谓的黑马，把爱的能量变成动力，把爱的能量呢变成我们所谓的能量啊，来燃烧自己，让自己最后成为了这个黑马或者是千里马，对吧？能够奔腾，能够成为别人的肩膀啊，或者是依靠，很美啊。这个能量我觉得好有承担，很多的这种阳性的能量啊。好，最后的一张牌了，这里呢是一个权杖9，这张牌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说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呢是一群非常有毅力的人，你们能够接受得住所谓的命运给你们的打磨，你们能够扛得起生命丢给你的压力，甚至可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能够承担得住面前的挑战，你们要的就是成功，你们要的就是最后的你的想要变成了现实。那至于过程当中有可能的发生，至于过程当中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啊，我看到对于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讲，就是
你是一个注重结果的人啊，注重结果的人，这个过程对于你而言就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所以说，其实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如果说别人就是跟你做朋友的话，应该是会被你保护起来，就好像你是大哥，你是大姐一样。可是呢，如果这个人选择你作为他们的对手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很难因为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就是很强悍啊，非常的强悍。你们有那种能够为自己所爱，能够为自己爱的人啊，就是挺身而出，拔刀相向的感觉，不会轻易的认输，也不会轻易的妥协。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你可以改变自己，转换自己。你看，从一个这么可爱的小熊变成了一个黑颜色的马，是不是变化非常之大呢？但是呢，我也觉得啊，这样子的一种转换，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双重性，也正是来自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当下的一个光环的颜色，也是当下你光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现在啊，我们就来连接一下了。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身上的这个光环，它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还有保护色，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来问宇宙。好，我们洗一下牌，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啊，选择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身上的光环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分别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抽到了11号牌 Nurturer， 滋养的人啊。这张牌呢很厉害啊，这张牌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营养师啊 Nurturer， 就说你会把自己幻化成一种营养或者是养分，去滋养你的目标，去滋养你的理想，又或者去滋养你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这张牌啊，11号牌，对于第三副牌的朋友来讲啊，你身上的这个吸引力啊，能够让你就是说在别人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就是说当然了，这个一定是喜欢你的人啊，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也有可能遇到一些小人啊，但是呢，在你喜欢的人的眼中啊，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战友，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队友，跟你在一起呢，他们能够得到你能量的加持。又或者是说，如果跟你一起工作，跟你一起拼搏，跟你一起创业的话，那么呢，他们一定能够和你一起啊，创造出一个很美好的实相，又或者是说，创造出你们共同心中所期盼的那种成功。在这个 Nurturer 这张牌里啊，我看到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你呢在别人的眼中哦，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资源的人。我们在讲资源的时候啊，就会涉及到比方说物质上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情感里的东西啊。那么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精神力是你们最强大的资源，因为你们啊相信成功，你们相信这个实现，你们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发生的，这种所谓的意志力能够感染人。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在这个生活里面啊，尤其是当我们处在一个比方说竞争很强的环境里，又或者是说在生活的动荡时期，其实我们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呐，能够影响到我们。当我们跟一个比方说意志力很坚决的人，当我们跟一个成功的人士在那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感觉得到啊？我们要跟他们一样，我们要和他一起去成功。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能量呢，也仿佛被这种成功人士所影响啊，变得更加的积极，变得更加的勇敢。那么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生活里可能存在一些很消极的人，又或者是说我们跟一些比较被动的或者是消极的人在一起啊，就是当我们去创造这个梦想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去拼搏的时候，也会被这种所谓的消极的能量啊带得往下走。那么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是你是一个有积极影响力的人。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都觉得跟你在一起，生活充满了热情，生活充满了积极，生活充满了希望。因为你对你自己的成功坚定不移，所以呢，你能够感染其他的人，相信他们的显化，相信他们的成功也是可以和你一样变成现实的。这张牌呢，我看到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呢，这份光环啊，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是，当你站在你生活的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啊，就变成你生活里的中心。尤其是当你向外成为这个猎人的时候，
很多人呢都会眼睛看到你，很多人呢都会被你强烈的吸引，希望能够在你左右，希望能够加入你的团队。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啊，我看到你非常有机会成为一个精神领袖，又或者是说，尤其在工作里，在事业里啊，成为别人心中所佩服的那个大哥，或者是大姐。对啊，就是别人很尊重你啊，然后他们非常的希望能够和你一样，或者是说跟你一起吧，创造出他们的梦想。这张牌啊 Nurturer， 好。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的影响力很大哟啊，你的影响力很大哟。就像我刚才看啊，爱你的人可能会爱你上天爱你就是不行啊，所以说所以啊，第三副牌的朋友，我能够感觉得到啊，你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营养，你能够提供非常强烈的精神力，你能够滋养别人。所以呢，你一定要自信，你一定要相信啊，其实你的周围有很多爱你的人，你的周围有很多支持你的人，甚至可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有最多的粉丝啊，这个粉丝是心里喜欢你的人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你身上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宇宙给我们指引。OK， 我们看到了 Vampire， 这个是吸血鬼啊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啊，这个是情商吧，应该翻译成对。这张牌啊，我听到是什么呢？我看到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在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在你当下的这个光环里面啊，它能够为你带来的吸引力和保护色，它是双重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非常会拒绝人，你们会非常的，就是你们很会选择。在我们谈到选择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时候在强调选择那个我们要的，但事实上选择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去离开我们不想要的。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的界限，你们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所以你们也知道什么东西跟你是不合的，什么东西跟你是没有机缘的，所以你们能够很坚决的、很坚定的去排除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那么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啊，其实第三副牌的朋友，当下你们的这个能量啊，就是在告诉你，一切跟你有机缘，一切跟你合的，一切如同你家人的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能够带给你家人幸福快乐的，能够带给你家的安全感的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被你留下来。而那些不能够在当下目标跟你保持一致的人或者是事，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不被他们所干扰，甚至呢，你可以坚决的去离开他们。这是当下你的这个光环能够为你带来的保护色。也就是说啊，去离开一些没有必要的连结，又或者是说去整理啊你需要的东西，同时呢也整理出你不需要的东西。这边呢就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能量的保护，也是对你资源的保护。因为每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啊去无限的去投放自己的能量给外界，我们需要去有选择的去连接，同时呢也有选择的去排除。那么这张吸血鬼的第二个能量，我听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你们有一种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呢，就是让有一部分的人啊，就是爱你的人，真的是对你太喜欢你了。我听到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啊。当然了，同时啊，这个吸血鬼我们也知道啊，它是一个有一点危险的形象啊，所以呢，一定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比方说不喜欢你的人，又或者是说可能会诋毁你的人的时候啊，就是不要被他们影响。因为毕竟啊，你的能量很强，吸血鬼嘛，就是有很多的人爱你，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会容易的招来一些，比方说嫉妒之心，又或者你有的时候会容易招来一些小人对你的就是算计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要能够就是说心放得开一点啊。当然了，我相信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对目标这么的明确，我想那样子的一些人，那样子的一些事情，在你们这里应该能够轻松的应对跟解决吧。至少呢，我看到不理他们也是一条很快速的有效的办法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吸血鬼情商啊，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整体或者是综合条件来看的话，其实你们的情商是很高的。
有的时候啊，情商高并不是会算计、会玩心机。其实啊，真正的情商之高就是明白自己要什么，并且知道照顾别人的感受。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在照顾别人感受的时候啊，你们会有选择的去照顾。就像我刚才讲啊，如果这个人跟你是很亲密的，跟你是很合的缘，你就会去照顾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能够去保护别人，为别人着想。可是呢，在你的世界当中，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你的亲人，他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你的对手，又或者是说他们是你生命里的小人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毫不留情的，或者是立竿见影的，就是把他们拒绝出去啊。这个是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魅力之所在，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强大的吸引力。毕竟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那么坚决的去拒绝，去那么勇敢的说 no， 对吗？好，我们看到这边呢，接下来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最后呢，我想为你们连接一下来自于你指导灵当下给你的信息和指引。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啊，结束我们今天的占卜。当下你的指导灵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想要通过这样子的一次能量连接传递给你。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指导灵有什么讯息给你呢？好，我们这边看到的这张牌啊，是 Intuitive Nudges。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在我们的直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接收到的一些能量、一些指引。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直觉是灵魂的语言。直觉其实是我们出生以来啊，宇宙给我们的最厉害的一个礼物，也是最伟大的一个礼物。它能够让我们去连接高我、宇宙，同时呢，让我们连接到啊所谓的这个宇宙的安排，也就是我们指导灵给我们的讯息。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指导灵啊，当下想要你能够更加多的去亲近他们。其实呢，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对于灵性，或者是说对于你的直觉，不一定就是那么的相信。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当中，更多的是相信自己，更多的是相信事在人为，对吗？因为你们呢，在不断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你可以做到，你们在不断的用自己的我们所谓的实证啊，去证明你可以办到。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也许在命运的面前，你不太信命，因为你就是跟命，就是跟天斗、跟地斗的那个族群。可是呢，当下啊，你的指导灵在告诉你，尽管你很强，你很厉害，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在直觉当中，比方说宇宙，比方说指导灵想给你传达的一些讯息，希望你能够勇敢的接受它们。有的时候啊，在生命当中，也许你会看到的是命运的不公平，又或者你当下对于命运的评判，就是说有些事情可能需要事在人为，又或者是说人定胜天，在你的个人哲学里面是更加重要的一块。可是呢，当下我听到是你的指导灵在告诉你，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你的指导灵有在帮你，只是你可能不太清楚而已。我们的这个宇宙，我们的这个地球有非常多神秘的、神奇的色彩。请第三副牌的朋友相信的是什么呢？你的指导灵会与你同在，你的指导灵呢会和你一起去接收更多来自于高我、来自于宇宙给你的安排，让你能在这个世间完成自己心之所愿的同时，也能够让你完成你的天命。所以这里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连接到的这个讯息如果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想更多的去了解，比方说有关于指导灵有关于你的直觉你可以去试着去至少让自己打开这个心，就说不拒绝这个能量就可以了，对吧？有的时候当你真的去接受到一些很神奇的，比方说声音或者是你遇见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梦境那么这些能量呢，可能都是你的灵魂在召唤着你，他们想醒来，他们想通过你的一种能量去发掘自己，或者是你的灵魂在召唤着你去倾听它，去连接它，去认得它。好，那么这边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为你们所连接到这个你身上的光环，有关于你的吸引力和保护色的所有的信息，
和内容。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也祝福第三副牌的朋友保持成功，继续成功下去吧。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